很多人都觉得特朗普一上台，国内的房价就能大涨。可是现在看看，这种乐观情绪是越来越淡了。尤其是北京、上海、深圳这些一线城市的房东们，他们也开始对特朗普上台后房价大涨这事不那么确信了。他们之前是这么想的：特朗普上台可能会给我们的出口商品加税，这一加税，我们的东西在国外就不好卖了，国内经济肯定受影响，说不定还会引发失业啥的。这时候国家可能会出手刺激一下房地产市场，让楼市热闹起来，好抵消特朗普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。他们还觉得有个双保险，特朗普自己就是房地产大佬，对高利率肯定不喜欢，他上台了，没准会想办法降低美国的利率。美国利率一降，咱们这边的利率也有可能跟着降。这样一来，不管是国内的钱多了，还是外国的钱流进来，都可能把房价给推上去。记得不？之前美联储降息的时候，就有国内的分析师预测，可能会有大把的热钱涌进国内。那时候他们可是铁了心相信，特朗普一上台，房价不得涨个痛快。结果呢，事情并没有按照预期发展，有两个方面的变化。首先，特朗普上任后，我们这边并没有急于出台大规模的刺激措施，我们选择了观望，想看看特朗普具体会怎么做。这种走一步看一步的策略，刺激楼市的预测落了空。再来说说特朗普上台后的影响，他可能无意中让美联储的降息周期提前结束了。本来美联储是打算继续降息的，但特朗普对通胀挺宽容的，而美联储则更想控制通胀。为了防止通胀跑得太快，美联储不得不缩短降息的时间，甚至可能提前开始加息。这么一来，美国利率上升，咱们这边想要降息就不太合适了。那些原本预期会流进来的资金，不但没进来，反而有可能往外跑。毕竟现在美国和我们的利率有差距，就像最近 LPR 没降息，也是基于这样的考虑。之前那些房东们盼着特朗普一来，国内房价就能大涨，现在看来这个愿望有点悬了，因为房东们的预期降低了，之前涨上去的二手房价格现在都开始往下掉了。这一系列的变化真是让人有点措手不及。说实在的，我觉得国内房市问题的关键归根结底还是收入问题。如果大家的工资能往上提一提，哪怕房价保持不变，想买房的人照样会有一大群。但要是收入出了状况，哪怕房价不跌，大家也会犹豫不决，甚至可能会缩减买房的预算。举个例子吧，以前有个人月薪12000，他敢把房贷定在每月8000，几乎是他工资的一大半。他这么大胆，是因为他觉得自己的收入还能涨。他想的是，现在12000，过不了多久可能就2万了，那时候8000的房贷就不算什么了。这不仅是他的想法，也是以前那些敢用高杠杆买房的人的共同逻辑。但现在情况大不同了，也是月薪1万，但他连每月6000的房贷都不敢考虑，因为他担心连这个工作都保不住。要是工作丢了，在2线城市想找个能还得起6000房贷的工作，可不是件容易事。这就是收入问题直接影响大家买房意愿的真实例子。毕竟能一次性付清房款的人还是少数。再说这几年大家对工资的预期是越来越低，就连那些在体制内工作的人对自己的收入也没什么信心。好多人担心工资会缩水，年终奖能不能拿到，甚至害怕末位淘汰制会让自己丢了饭碗。尤其是事业单位和国企的员工，压力不是一般的大。记得上一次看到体制内的人这么焦虑，还是98年那回。那时候他们的工资也经常发不全，而且大家都知道，那时候国企在大量裁员。现在这种压力又回来了，说明大家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真的是挺担心的。咱们得认真对待体制内人员对楼市的影响力，这可不是个小问题。你想啊，全国公务员有700多万，事业单位员工得有3000多万，国企员工差不多4000万，把这些数字加一块，都快8000万人了，这还没算上退休的和临时工呢。就光是在职的，就已经差不多8000万了。这么多人对收入前景感到悲观，房市怎么可能热得起来？体制内的人大多数没别的收入来源，就靠那份死工资过日子。工资是比一般打工人稍微强点，但跟那些高级白领比，差距可不是一点半点。工资水平也就那样，
既不让你发大财，也不至于饿肚子。但如果工资在减少或者发得晚，对于那些背了一身房贷的人来说，那可真是火上浇油。我就亲眼见过，有的地方的体制内工资3个月都没发下来，那些等着还房贷的人到处借钱，拼拼凑凑的还贷，那滋味真是够受的。所以，当这些体制内的人对买房都不积极的时候，城市房价肯定受影响。再说，如果真有什么大利好政策，比如之前的棚改拆迁、4万亿投资计划那种大手笔，你放心，体制内的人收入肯定会有提升。拿4万亿投资计划那时候来说，陕西一个普通地级市的科员，1个月工资也就1000多块，到了2011年，工资就涨到3000左右了。棚改拆迁那会，虽然月工资涨幅不大，但年终奖和各种福利补贴涨得快得很。像江浙那些房价高的地方，年休假不休都能发个大几千的补贴，甚至没理由也要找个借口发钱。那2次，体制内的工资确实是涨了不少。所以，要是有啥大利好，体制内的人肯定是第一批受益的。现在上面还没开闸放水，体制内的人还在那死扛着，大家就别做房价大涨的美梦了，还是得现实一点。